各位網友大家好啊，玩術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就在現實中間啊，又發生一個千古奇觀的荒唐事兒啊，就是自由燈塔的美國啊，幹什麼事兒都需要 ID。你看上飛機需要 ID 吧，住酒店需要 ID 吧，你到藥店去拿藥買藥你也需要 ID 吧，甚至買瓶啤酒都需要身份校驗。偏偏在最神聖的公民權利選舉上卻不需要身份驗證，這簡直荒謬至極，是不是？所以通過民調看了，全國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選民，不管是白人還是黑人的或拉丁裔選民，83%以上的美國人都支持 ID 認證。那麼選舉需要 ID 的拯救美國法案，居然在眾議院得到了民主党黨團的99%的幾乎一致的反對。雖然法案最終是218比213勉強通過，但民主黨黨團的嘴臉不知大家看清了沒有？玩叔今天就來掰扯这個事兒啊。首先我們看這個民主黨的這個曾經的這個大佬啊，黑幫大佬奧巴馬啊，他在出頭做最後的螳臂擋車。這個他自己是做左檢致富的那個通俄門裡面已經快被收網了。他居然大言不慚的說什麼拯救法案讓幾百萬美國的幽靈無法投票啊！如果有人連一張帶照片的身份證都辦不起，那麼政府完全可以免費提供啊，就像美國許多州已經在做的那樣嗎？所以反對者的顧慮根本不是什麼負擔，而是害怕嚴格校驗後他們的選票來源會大幅縮水，甚至沒有選票。我們來看看川普的反應啊。就在2026年的2月13號，川普總統通過了真相 social 啊，發布了一則石破天驚的聲明。這份聲明簡短啊，卻力過千金。他直指民主黨拒絕選民身份識別，就是 voter ID 啊的本質是不是為了保護投票權，而是為了繼續在選舉中作弊。一言中的，一針見血啊！這一表態不僅點燃了2026年中期選舉的戰火，更像一把手術刀，徹底切開了美國民主制度表層的溫情脈脈，暴露出了民主黨早已失去了遮羞布的權力底褲。我們看看這個掩耳盜鈴的這個權力貪婪，長期以來，美國民主黨始終將什麼反對這個選民政見化包裝成所謂的民權保護。他們宣稱要求選民在投票時出示政府頒發的帶照片的身份證，是對少數族裔、低收入者和老年人的系統性的歧視。這種論調在邏輯上極其荒謬。你看看現代社會，不管是申領駕照、乘坐飛機，是吧？你住酒店，是吧？都需要這個身份證明。難道選舉國家領導人這種關乎國運的頭等大事反而可以盲打了嗎？川普的聲明一針見血，原因很簡單，他們繼續想在選舉中作弊，這才是本質。如果有人看不清楚，最好聽一下玩叔的話，對吧？當民主黨堅決反對這個核實投票者身份時候，是不是美國公民時候，他的底褲已經全部脫掉了。在非法移民問題上持續的撕裂社會的背景下，民主黨對非法選票的渴求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深深的知道，一旦建立起了嚴格的這個公民身份的核驗體制，那些游走在法律邊緣、通過模糊地帶混入票倉的幽靈選票將無所遁形。因為你拒絕核實身份，本質上是在為這個選票留個後門吧。我們再看看曾經的郵寄選票啊，從防疫手段到了一個舞弊的溫床。川普在聲明中明確指出，除了軍人、殘疾人、病人和有特殊旅行需求的公民之外，是吧？必須禁止郵寄選票。這直接打中了民主黨的軟肋。自2020年以來，郵寄投票從一種特殊情況下的輔助手段，被民主黨強行推行為新常態。這種缺乏監管、連條庸長、極易收割的這種選票啊，已經成為美國選舉誠信的一個最大漏洞。它具有這個監管的真空。你看，郵寄選票在離開選舉辦公室到寄回的過程中間啊，
计數器居回，完全處於這個監管的真空中。誰填票，是否有脅迫，是否有重複郵寄，他的計票亂象，是吧？漫長的這個計票期給了某些勢力操縱數據的空間。那所謂的選舉週甚至選舉月，是吧？極大的削弱了民眾對這個選舉結果的公信力。民主黨卻始終把這些合理要求妖魔化為，是吧？種族主義，是吧？壓制選民。他們真正的恐懼是什麼？答案其實很簡單，非法移民和無證人口是民主黨潛在的選票來源。過去10多年，民主黨推動的什麼移民政策，導致上千萬的非法移民湧於美國。這些人沒有這個合法投票權，但是選舉規則如果足夠寬鬆的話，那麼就只要沒有嚴格的身份驗證，那麼公民身份要求就存在被利用的空間。你看2024年這個德克薩斯州和亞利桑那州的邊境地區就曾爆出了非公民登记投票的案例。民主黨需要的是正是这種灰色地带，讓他們可以在關鍵時候收穫額外的選票。並且郵寄選票的問題是另一個暴露民主黨真面目的關鍵點。2020年的疫情期間，郵寄選票被大規模的推廣，原本作為特殊情況的一個便利措施，一夜之間成為了主流了。結果是選票鏈條的完整性被嚴重破壞，選票計數後無人追蹤、無人監管也沒有這個投遞箱簽名核驗形同虛設。你看賓夕法尼亞州、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等地都出現了深夜突增的郵寄選票，導致了計票曲線叫異常陡峭，拜登曲線就來了。這些現象引發了數百萬美國人的合理懷疑，但卻被民主黨人和主流媒體貼上了什麼陰謀論的標籤。之所以民主黨死守的郵寄選票不放，正是因為這是他們維持權力的最後防線。他們已經顧不上程序的什麼嚴謹性、正義性了，甚至不惜通過這種極具爭議的方式來對抗民意。你看83%的民意支持，他們99%反對，有意思吧？完事再談一下这個這樣的做法也有違美國的先賢的初衷以及不可辯駁的法律依據。川普提到，這種亂象並非建國先賢的初衷。美國國父們在設計共和政體時，強調的是有責任感的公民參與。如果選舉失去了這個身份的唯一性、國籍的排他性和過程的透明性，那麼民主將淪為暴民政治或精英操縱的一個傀儡把戲。值得注意的是，川普透露他已經研究出尚未被闡明和審查的法律論據已經有了，作為他的 Plan B， 一旦參院假如沒通過，他將動用總統的行政權，這將基於一套全新的憲法解釋，和民主黨在最高法院對決。這套論據可能包含以下3個層面我們說分析第一個就是憲法第1條第4款選舉條款的再解釋。傳統觀念認為呢，州政府有權決定選舉的具體方式，但川普的團隊可能主張聯邦政府有最高的監督權，對吧？當州政府的選舉流程存在系統性的漏洞，比如不核實公民身份，導致聯邦的公職人員如總統、議員在選舉時失去了共和政體的合法性時，總統有憲法義務介入，以確保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投票不被非法選票稀釋。第二個就是選票的這個稀釋論，這是一個極具殺傷力的法律概念。川普的律師團隊可以主張允許非公民或未經核實身份的人投票，實際上是對合法美國人的公民選舉權的一個變相剝奪。那麼根據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如果非法選票抵消了合法選票，那就是对合法選民權利的剝奪和侵犯，对吧？完全違背了民主。第3個就是反叛亂法或緊急狀態的一些邊緣的試探。無論國會是否批准，這是川普原話他透露出一股強硬的行政命令味道。如果川普認定選舉系統已經遭到大規模操縱，且威脅到國家的安全，他可能會通過行政命令強制國土安全部 DHS 開放公民數據庫，
供各州實時核對選民身份，從而繞過國會的立法这个僵局。他可以有走繞議事的是吧？這也預示着一場法律層面的總攤牌。那麼完叔分析呢，在美國的憲法框架下，選舉權屬於各州，但聯邦政府在確保聯邦選舉的完整性方面仍有潛在的干預空間。川普強調宣布無論國會是否批准，中期選舉都將實行身份識別，這種不惜動用行政權力也要強推改革的姿態，反映了共和黨陣營對現狀的極度不信任，也預示着憲法危機的一個邊緣博弈。共和黨也不能再退了。我們再看看民意的覺醒。民主黨的底褲脫落後，他的道德已經徹底破產。從最新的民調顯示，絕大多數美國民眾包括相當比例的中間派和部分基層的民主黨人都支持投票時出示身份證，這太自然了嗎？這本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常識，不是嗎？你看台灣的這個總統選舉，當天手工計票就可以完全搞定。日本剛過去的議會選舉也是一天就出結果。而看我們美國的加州，竟然需要1個月，是吧？造假不那麼容易，是吧？需要時間，是吧？哈哈，對吧？那改選票不好改吧，對吧？塗塗抹抹擦擦，粉飾，對吧？當民主黨站在常識對立面，試圖將不透明等同於公平時，他們在道德上已經徹底破產。他們的所謂的為了民主，他們的所謂的不讓一個人掉隊，實際上是不放過一張可以作弊的廢票。川普的這次聲明，實際上是在向全美民眾發出強烈的信號。2026年的中期選舉不僅僅是黨派之爭，更是真實與虛假的決戰。所以完叔的結論就來了，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民主黨的底褲為何全脫呢？因為它已經掩蓋不住內部腐敗的膿瘡。通過拒絕身份核實、縱容郵寄選票、模糊公民的邊界、開放邊界、歡迎非法移民的種種勾當，民主黨試圖將美國引向一個選舉結果不再取決於選民，而取決於操縱的一個危險深淵。正如川普所說，我們將呈現一個不可辯駁的論據。在接下來幾個月裡面，隨着拯救美國法案的推進在高院的可能介入，那麼美國的選舉制度將迎來史無前例的重塑。當選民拿着身份證站在投票箱前，親手投下神聖的一票，那些習慣於在暗室中操控數據的政客們將迎來他們的末日，不是嗎？2024年的選舉，川普是50多個縣，民主黨多少個縣？0投吧。陽光終究是最好的防腐劑。在陽光下扒掉底褲的時候，民主黨人就是在愛博斯坦檔案中的一個個黑點，一個個沒有絲毫道德底線的21世紀的小丑。當他們在陽光沙灘上光着屁股自認為美的時候，他們的醜惡嘴臉已經印在了美國的歷史的恥辱柱上面。我還說建議他們繼續走饒議事，好不好？在參院投票的時候，對吧？你阻撓，庸常辯論沒問題。建議現場實況轉播，讓那些沒看清楚民主黨嘴臉的老百姓看清楚他們用什麼理由去剝奪公民身份效驗，好不好？建議他們抓緊時間阻撓議事，好不好？每天轉播7749天，讓大家看清他們的嘴臉，把他們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以上觀點不對的地方，請大家和完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